想要辗转于春秋，唯不舍爱与自由。穿过荆棘，越过几重高楼，千残过尽谁与有？愿历经世事跌宕，为天下苍生，忍不起最初的天真。誓言落地，深深刺心，天地可证。越黑暗中越多误入星辰，远走过命运浮沉，偏向阳而生。年华一瞬，念作永恒。前路漫漫，心中有不灭的歌，有一人在痴痴的等，有一人会将梦完整。看来皇叔过得不太好。你这叫什么？图穷匕现吗？皇叔错了，对你图穷匕现的可不是我，而是你的好侄子。不过，我倒是很愿意送皇叔一程。皇叔要不要喝杯酒，暖暖身子？别急，咱俩先好好聊一聊。也是，我早就猜到，皇叔有好多话想要问我。当年拒马河一战，是不是你故意把北凉密探的消息告诉薛孝堂？是我呀。太皇太后那个毒妇为了取你的性命，竟然不顾3万大军的死活，把你的行军图出卖给北凉。我只不过是顺水推舟，给他提供了传递情报的门路罢了。可惜呀，皇叔的命还是太硬了。不过您能活下来，我倒是很欣慰。若真是没了您，我还没办法这么顺利地扳倒那个毒妇。你身为南辰公主，本就是金枝玉叶，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，为何还要叛国？皇叔可真是大义凛然。有句话不知你是否听过：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当年那个毒妇杀了我的生母，父皇被迫把我送出定境。我虽出身皇族，却日日提心吊胆，寝食难安。每天夜里都会从噩梦中惊醒。你可知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？我母妃也是死于太皇太后之手。我虽长在宫里，但从小到大都是活在她的恨意
和杀机中，多少次死里逃生，又比你幸运到哪儿去？柔嘉，你这么说，不过是为了你的欲望和你的所作所为开脱罢了。是。贾遗诏是我换的，世家跟刘琛的战火也是我挑起的。我从来要的都不只是复仇，我要的是权力。是南辰的至尊之位。你终于都承认了。皇叔的遗言说完了吗？没有要跟卓华说的。我下次见到他，定会替你转达。穆大人，我们已经引开守卫，你赶快去找镇国大长公主。大长公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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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定王殿下被人诬陷，下了天牢，唯有诛邪剑才能给他一线生机，求大长公主帮助。您的意思是，诛邪剑在拐杖里？快去救燕儿！多谢公主。你再敢提他一句，我便拧断你的脖子。皇叔该喝酒了。怎么，你又抗拒？留下心的舞蹈作无门波涛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千帆过尽里寻找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人生
病死药，回忆中的脚步。有朱邪剑与我，流眼已死，赢家终究是我。知道他为什么死吗？难道到现在你还觉得你选的路是对的？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千帆过隙里寻找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月上像是丝缠绕，为一颗心跳，用剑锋拼掉，永不离散我们的说好。公主，刚才积善堂那边传来消息，穆大人带人接走了大长公主。本宫已经知道了。那要去穆大人家把大长公主不必了，皇姑祖怕是再也不想回公主府了。诛邪剑一出鞘之后再无任何作用，那就把诛邪剑也给皇姑祖送回去吧。王爷，王爷，小姐，王爷，小姐，王爷。陈儿，皇叔，这是你的生辰礼物。灵劲翠丽，锋芒逼人。谢谢皇叔。你喜欢就好。皇叔，这把剑您是从哪儿得到的？上次击退北凉军，从他们那儿缴获了几把云铁铸造的剑，我命人熔掉以后重新铸就的。竟然是从北凉军那儿缴获的，那我就更喜欢了。皇叔，你下次出征的时候也带上我，我也想上阵杀敌。皇叔等着你。陛下，陛下，这罪臣刘演虽已伏诛，可这尸身还在大理寺内，您看？一介罪臣而已，不配置办丧仪，直接走了便是。欠你江山嫁与一生休。纵被无情弃，不言弃。
我的扇子，我的扇子呢？干嘛呀？王爷，哪里来的狗婆子？云韵等你为我劝善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快吓死我了。我睡了多久？你睡了整整3天。张院士说，你要是再不醒，可能永远醒不过来了。王爷呢？3日前，王爷的尸身被埋在浮云山下的墓园里。那人说，王爷是戴罪之身，不允许有任何丧仪，就这般草草下葬了。王爷含冤而死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今日便到这儿吧。若没什么事，都可以退下了。目前还有什么事情？陛下，臣想告假几日。念念不忘，情未了，在耳鬓撕咬，回忆出了脚，无处停靠。两两相望雨潇潇，谁化作云烟飘渺，留下新的古道，做无岸波涛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千帆过尽里寻找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人生生世似缠绕，为一颗心跳，用天荒平调，永不离散我们早说好。念念不忘，情未了，在耳鬓撕咬，回忆出了脚，无处停靠。爱恨纷扰，忘不了，就算隔天地遥遥，灵魂相拥紧绕，怎一笔勾销？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爱锁在眼
东西都安顿好了，那我做饭去了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还锁在心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无尽负这里冲高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躲不掉魂牵梦绕，为一颗心跳，用天荒平掉，留住你一眼，哪怕多一秒。王爷，王爷，你不要走，你不能丢下我不管。小傻瓜，你以前不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木郎中吗？你以前告诉过本王，即便没有我，你也能坚强地活下去。不是的，王爷，我说错了，我高估自己了，我不能没有你，你不要丢下我不管好不好？徐丽，徐丽，啊，小姐，小姐你醒了。徐丽，收拾一下，咱们回定京。哎，前面那个不是穆大人吗？听说他为了议政王之死大病了一场。哎呀，什么议政王？陛下下旨，不准置办丧仪，只能以庶人身份下葬，你忘了？走走走，走吧。这是这些天和公主府有过接触的官员，我不敢保证他们都已投入柔家公主的门下，但只要有7成，公主府的势力就相当可观。柔家公主真是好手段啊！这上面既有世家官员，又有寒门子弟，往日里水火不容的2拨人，她竟然能双管齐下，尽收囊中。
我曾经以为，他是这世间最善良、最圣洁之人。如今看来，我真的是从来都没有认清过他。柔家公主惯会做戏，别说是你，就连王爷的。我之前翻看过大理寺构陷王爷的卷宗，发现那些证据简直不堪一击。如此看来，这不像是柔家公主的风格。穆大人的意思是，柔家公主是有意为之？构陷王爷恐怕只是柔家计划中的第一步，而接下来，他就要以这些为由头，替王爷平反了。怎么可能？构陷王爷本就是柔家公主的手笔，她为什么要替王爷平反？但是在外人看来，赐死王爷是陛下一手所为，因为也只有陛下才能够处置权倾朝野的议政王。只要把这些破绽翻出来，再咬定王爷是被冤枉的，就可以坐实陛下冤枉忠良的污名，从而孤立、逼迫陛下，动摇他的根基。他是冲着皇位去的，最终的目标是陛下。我绝不能让他的计划得逞。为什么？就算是柔家公主的阴谋，但赐死王爷也是那人亲口的旨意。穆大人，你为何还要帮他？因为这是王爷想做的事情，王爷的心愿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替他完成。公主，奴婢听说穆卓华最近异动频频，似乎正在暗中调查公主。情理之中，他和皇叔情分非常。若皇叔死了，他不闻不问，本宫才要担心了。如今乾坤已定，岂是一个小小的穆卓华能撼动的？奴婢只是觉得，这个穆卓华和公主已经势成水火，继续放任下去，恐怕会成心腹大患。朋友一场，既然他想为皇叔平反，那本宫就随了他的愿。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，宝剑埋冤狱。这唱的什么呀？这听说陛下赐死了议政王，议政王谋权犯上，本就罪当处死。哎，这你就不明白了。这议政王手握兵权，战功赫赫，真要想反，在先帝驾崩那会儿就反了，何必等到现在啊？说的倒也不无道理。可是这议政王毕竟是陛下的亲叔叔，陛下总不能冤枉他吧？哎，天威难测，圣心难测。当年北凉南下，气吞如虎，所经之处血流成河呀！朝中众将无不胆寒，唯有议政王自请挂帅，奉命北上，这才拦住了那北凉的10万铁骑呀！说得太对，那一战堪称天地失色，日月无光。议政王更是一战封神，凭着那手中的长刀，守住我南陈的千秋社稷呀！对呀，帝王不对呀！说得好，先帝构陷亲疏，残害忠良，可谓是昏庸无道，不配为君。是，怀州灾情如此严重，百姓都快填不饱肚子了。朕下旨，减去怀州3年的赋税，有何不妥？陛下有所不知，先帝在位期间战事不断，国库快被连年增长的军费耗光了。陛下今日免了怀州的税赋，
那明日青州、黄州等地遭灾，您难不成也一概免喽？长此以往，国库空虚，如何支应各地的赈灾粮款和军费开支？臣负周大人之意，国库空虚，赋税免不得。臣附议。臣等附议。启禀陛下，臣以为减免赋税并无不可。怀州遭灾并非是百姓之过，陛下减免赋税，既给了百姓休养生息的时间，又能彰显朝廷恩德，可谓是有百利而无一害。穆大人说得轻巧，减免税赋容易，国库里的窟窿怎么办？还是你能无中生有，变出银两来？若是北凉再生事端，动辄几十万两的军费，又有谁出？据下官所知，怀州百姓刚遭大灾，不说是十室九空，也是家徒四壁。即便周大人掘地3尺，也搜刮不出来几两银子来，比不得周大人家底丰厚，手指头缝里随便露出来那么一点儿，就够怀州百姓吃饱肚子了。哎，周大人既然如此关心国库空虚，要不然您自掏腰包来填上这窟窿？放肆！再者说了，周大人现在担心北凉挑起战端，当初定王下狱，是你口口声声的说要将其处以极刑，那个时候怎么没想起来这一点啊？你处置定王是陛下的旨意，穆大人莫非要质疑陛下圣裁？我虽高高在上的坐在这龙椅之上，却只能任由旁人拿捏，我算什么天子？陛下，陛下，哦，沈清，这么晚求见，所为何事？臣是来送吏部新一年的考核结果的。哦，放那儿吧。是。哦，你回去吧。之墨，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沈惊鸿，跟他说，
我邀他在小秦宫一见。卓华，你可是好一阵子没来看我们了。松姐姐，我最近是有点忙啊。我今日约了沈大人，但他好像还没来呢。没关系，等他的时间，你可以先吃点点心。姐姐吃。你说，都已经等了1个多时辰了，沈大人怎么还没有来啊？可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吧？这个沈金虎实在是无药可救。既然他不识好人心，就别怪我不念同科之谊了。哎，公主，沈大人始终未曾现身。那慕卓华呢？他等了1个多时辰，最后拂然而去。他近来总是避着我，想必心中还是有些别扭。罢了，本宫去开解他一番。梦似洪荒共度，若情若离若诉，绕一生间不断错落的人间朝暮。尘世的烟花终究留不下漫天流沙，那惘然的衣裳，想问你如何作答？谁又在还在生我的气？妹，那为何要躲着我？我最近在想一些事情。那想的怎么样啊？已经想明白了。流言一死，刘成好高骛远，不切实际，不配为君。而只有你，才配得上做南真的君王。就这样。我认输，我会送你一个礼物。
主，递消息的人说，陛下和穆卓华之间已经生出了嫌隙。刘琛确实好高骛远，眼高手低，先是杀了刘演，又与穆卓华生出嫌隙。而他视为心腹的沈惊鸿，从来都是我的人，世家与他为敌，寒门亦不会效忠于他。他虽不配为君，可的确是个彻彻底底的孤家寡人。月将升，日将尽。这不正合了那个女人的名字？脸大，就是，还元光女帝转世，她可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皎皎如月，那陛下不就成了那日薄西山了吗？他步步为营，精心策划，已经让陛下成了人人喊打的昏君了。如今童谣四起，看来他这是在为称帝造势了。月将升，日将尽，元光复现世，巾帼扭乾坤。这份礼物，公主可还满意？公主这一招，看似令整个棋局更加惨烈，实际上却打破了僵持已久的对峙，实在是很妙。就当是给你的回礼。公主在民间向来交口称赞，再加上当今陛下的昏庸无能，更会衬托出你众望所归的。可想要登上帝位，光靠名望是不够的，他还需要更实在的东西，来作为他受命于天的底气。刘琛毕竟承先帝遗泽，是名正言顺的天子。若要彻底断了他的气数，还需上天都对他的所作所为而震。如此，我才能堂堂正正的登临大位。所以，我们需要传国玉玺。他竟然想打传国玉玺的主意！如果传国玉玺在他的手上，那他就把名望跟天命全都尽握在手了。如此一来，他便可名正言顺地逼宫篡位了。逼宫还不够，如果要逼宫的话，便要封锁和控制好皇朝。掌管禁军的周家倒是可以助他一臂之力，但是禁军不出皇城，而京畿军又会随时来护驾。想要逼宫，他的兵力还是不够的。可是哪儿还有别的兵力？总不能从边关调吧？他可没有这个权利。不错，耶木真一直住在他的公主府上，这个耶木真便是他最好的中间人。有玉玺还不够，我已经与耶木槿约定，届时他会派兵助我，牵制住前来救援的京畿军。待我登临帝位，便开展边关护市，
优待施恩，降低关税。生气了？叶幕景，狼子野心，贪得无厌。放心，我有分寸，绝不会让他讨到便宜的。柔家公主，这分明是在与虎谋皮，一不留神，她就该被反噬了。若是与北凉勾结，她也算是轻车熟路了，毕竟也不是头一次了。接下来，咱们该好好的筹谋一下如何应对。念念不忘，情未了，在耳鬓撕咬，回忆出了脚，无处停靠。两两相望雨潇潇，谁化作云烟飘渺，留下新的古道，做不完波涛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爱锁在眼里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千帆过尽里寻找。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感伤像生死缠绕，为一颗心跳，用天荒平掉，永不离散我们早说好。爱恨纷扰，忘不了，就算隔天地遥遥，灵魂相拥紧绕，怎一笔勾销？明明你知道，明明我明了，明明爱锁在眼底缠绕，为一个拥抱，用一生灼烧，在千帆过尽